一直单打独斗的维克特利为何突然如此强大？提着火箭炮犹如开挂一般，一招毙命。就在刚刚，维克正在思考自己能否继续使用怪兽的力量，突然一只怪兽从地底窜出，原来是人造女又来偷取水晶体。维克立即变身维克特利奥特曼。这次侵略者派来的怪兽是强大的安德鲁，只见怪兽竟然自带烟雾弹，从迷雾里出拳将维克击飞百里地。维克特利启动 EX 雷德王重击，帅气的麒麟臂正要展开攻击，不料装备却突然失效，维克一头雾水，紧接着换上武装艾雷王扫尾，变装完的扫尾却也是凭空消失。小翔十分疑惑，为何自己的装备都失去控制？没了装备的维克这时只有挨揍的份，被怪兽死死掐住脖子。银河赶来见形势不妙，即刻变身超级融合银河奥特曼，上来就是抢人头，随后一个过肩摔，小翔又不乐意了。此时的银河就像开挂一般，对着怪兽就是一顿胖揍，一不留神被怪兽的长尾甩了下，顺带伸出小钳子攻击。银河启动变身器，融合银河斯特利姆形态，释放出奥特光线，就让你知道啥叫一招制敌。怪兽倒地直接被火化，随之也变成玩偶。此时的维克自尊心重创，为何每次都是他出手相助才能打败怪兽？二人回到人间体，小光欲将玩偶送给小翔，却被小翔无情拒绝。小翔气呼呼地回到地底世界，他告诉阿莎女王，他不想依靠任何力量，只想靠自己的力量保护维克特利水晶。女王认为小翔内心深处缺少一些东西，让小翔自己去寻找答案。很快，他又来到地面找小光，他问小翔变强大的原因是什么。这时，一群小孩跑了过来，小光正想陪孩子们玩会儿，却被小翔阻止。他生气地说自己很认真在战斗，我们背负的东西不一样，但为何每次都你来救我？小光说因为我们是伙伴，他身边的朋友们无论什么事都互相帮忙，一起想办法解决，有了一心想要守护伙伴的想法，才支持我一点点变强。话音刚落，一只怪兽又从地底跑土而出，恶人又来窃取水晶体。小翔急忙赶来，随即变身超级融合维克特利奥特曼，先是近身肉搏。小光正想变身支援，可突然却迟疑了。他想起小翔刚刚的话，我非常认真的在战斗，为什么每次到最后都靠你来救我？此时变身器里的泰罗问小光怎么还不行动，他说这次是他一个人的战斗。只见维克被怪兽打得垂头丧气，但他确实认真在战斗，顽强抵抗。小翔内心非常挣扎，为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就是战胜不了这可恶的怪兽？怪兽毫不留情，小皮鞭在维克身上狠狠地抽着，轻松将其撂倒在地，再一顿拳脚伺候。地下的众人见状也十分担心。这时小翔的弟弟雷比拿起怪兽玩偶，请求女王让他去协助哥哥。很快，雷比来到战场，游 PG 队员也赶来支援。危机时刻，谢帕顿也赶来阻止怪兽对维克的攻击，两兽瞬间拥抱在一起。谢帕顿护主心切，怪兽被狂山打脸，游 PG 队员也开始火力掩护，弟弟雷比也朝着战场跑来。而此时谢帕顿刚好被怪兽打倒在地，幸好亚里莎一把抱住弟弟飞了出去，雷比这才安然无恙。眼看怪兽还不放过弟弟，维克立马起身阻挡，却被怪兽一鞭子甩飞。眼看弟弟危在旦夕，突然一只触手甩开怪兽，场面一片宁静。原来是萨德拉怪兽，他突然说话，小翔懵了，机器女也疑问是怎么事。原来就在刚刚，小光眼见怪兽准备袭击弟弟，情急之下小光激活了萨德拉。他说这些怪兽并不是敌人，只是被恶人操控当成战斗工具而已，只要相信他们，跟他们一起战斗就一定能得到力量。弟弟听完后，将金骨桥玩偶扔给哥哥。维克此时才明白过来，其实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所谓战斗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。随之他开始融合奥特武装金骨桥火箭炮，帅气转身蓄力发起致命一击，火箭炮直击心脏，怪兽一枪断气直接倒地。小翔终于理解伙伴的意义，他意味深长地看着小光，从此大家都成了伙伴。